做产检那天，我查出了绝症，我忍着哭腔给老公打电话，接电话的却是个女人。拜拜，陈哥现在过不来，真不好意思，我今天回国，他非要接我。你会用软件打车的吧？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听见这个，我愣住了，这女人的声音很柔，如同我记忆里一样，带着点阴暗的优越感。还不等我反应，她就挂了电话。宋洛清，他是我老公的青葱岁月，是他的初恋白月光，怎么会这时候回来？我呆呆地拿着手机，看着手上的诊断单。医生端着水杯，喝了一口水，声音从后面追出来：江小姐，你跟家属商量好了吗？情况不好，你要早做决定。我心乱如麻，支支吾吾。看见我这个样子，医生也生气了，他指着走廊候诊的其他病人说：江小姐，不是我们非要逼迫你，而是就你这个情况，你是留不住这个孩子的。医生的嗓门很大，而这个诊所门口的走廊坐着不少候诊的病人，听见医生这么说，他们的眼神齐刷刷地看过来。这些病人脸色青白蜡黄，不少人头上戴着帽子，那是因为化疗而头发掉光了，戴帽子美观。我恍惚地看着他们，像是看见了以后的自己。医生见状，不由得放轻了口吻，尽量温和地对我说：江小姐，医院里面的床位比较紧张，我这边建议你早点回家，去收拾一些住院物品，带着亲属来医院办理相关手续。我张了张嘴，没说出话来，眼泪却先流了下来。医生，这个事情太大了，我身体颤抖，从来没有觉得自己像现在这样虚弱过。我要回去，我要回去，和家里商量一下。好的，医生叹了口气，还是叮嘱我：你要记得，你的情况不能拖，有一些东西需要准备。你老公呢？你让他来。我跟他说，不提这个还好，一说到这个，我就感觉好像浑身的血液都蒸发了一样，头脑也眩晕了起来。是啊，我老公呢？此刻他在50公里外的机场接他的初恋情人回国，凌晨是不会来的。我心里面清楚地知道这一点。自从那个电话是宋洛清接的之后，我就知道今天晚上他也不会回来了。毕竟这也不是一朝一夕，而是从来如此。只要宋洛清出现，凌晨眼里就看不到别的任何人，心中也再也没有别的任何事，包括我。如果说宋洛清是凌晨心中永远的白月光，他永远地照耀着凌晨，那我就只是一盏灯笼，挂在他的家里，暗淡沉默。当月光大盛，谁还需要点灯？前些年，宋洛清出了国，去留学，嫁给了英国人。当时凌晨就此事受到了重创，他酗酒了3个月，浑浑噩噩，似乎人生都没有了生机。那个时候，是我陪伴在他的身侧，当他熬过了他人生中最灰暗的3个月，就对我提出了结婚。我明知道这可能不是一段非常幸福的郎才女貌的婚姻，但是对我来说已经非常满足，所以我毫不犹豫地同意了。因为凌晨爱宋洛清，而我也这样爱着他。我与他同样无助，我们同样绝望，深情义无反顾。回了家以后，家里面果然空无一人。我拿着诊断结果，坐在沙发上发呆。没人也好，正好我也没有想明白怎么把这个事情心平气和地告诉凌晨。但是我知道我有很多时间可以思考这个问题。果不其然，从下午到夜晚，从夜晚到转钟，家门从始至终都没有被另外一个人推开过。宋洛清回来了，凌晨果然就不回来了。我一边笑着自己的心底里面的痴心妄想，觉得好歹自己跟人家也是法律意义上的夫妻配偶，
或许人家会稍微在乎我些，或许人就不该有侥幸心理。明明我什么都知道，现在我和林晨已经结婚了3年了，但是我们认识的时间比这长得多。我太清楚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了，我比他更清楚他对宋洛清的执念。就算我们相依为命，并肩战斗这么久，但是在他心里，我仍然是不配的。对他来说，宋洛清就像天上的月光，而我只是勉强度过漫漫长夜的油灯。当然，我不否认他可能对我有过片刻的真心，但当宋洛清出现，他就把这些全然都忘了。凌晨回家的时候，就看见我一个人又哭又笑地坐在家里面的沙发上。此时，墙上的挂钟已经指向了凌晨3点。他浑身冷气，皱着眉头看着我：“怎么还不睡？我之前就说了，要是太晚就不用等我。”他走过来，一眼就看见了桌上的诊断书，以为是孕检单，伸起手就要拿起来看。医生说情况怎么样？对了，我给你订了私人产检套餐，下次就不要再去公立医院了，排队太挤。不等他话说完，我猝然地从他手里抢过了这一摞纸。短暂的接触让他发现我浑身冰冷，当下他的眉头皱得更紧，拿起边上的毯子就往我身上盖，话语也严厉了起来：“你现在不是一个人，是2个人，你要爱惜自己，快点去洗澡，然后睡觉。”我坐在沙发上，手里捏着这一摞纸，十分用力，手背青筋暴起，手指都泛白。凌晨，我艰难地平复情绪，用一种冷静的口吻说：“咱们离婚吧。”很显然，凌晨觉得我脑子坏了。今天早上出门去孕检的时候，我还好好的。那个时候，我笑嘻嘻的穿了一件腰部宽松的裙子，还要穿带跟的鞋。还是他严厉地制止了我。凌晨说我怀着身孕，人还不稳重，天天跑跑跳跳，要是不穿平底鞋，指不定在医院脚一滑，摔出问题了。在他的监督下，我心不甘情不愿地换上了运动鞋。那会儿，我还抱怨说他大男子主义，家住海边管得宽，而一回来，他就看见我坐在沙发上，灯也不开，开口就要离婚。他直接伸手摸上了我的额头，发现我竟然真的体温偏高，在低烧。说什么胡话？他拧起好看的眉头，语气严厉：“把报告给我看看，今天怎么了？”我拼了命的把报告往身后藏，不给他看。我说：“宋洛清呢？你怎么没有陪他？”因为我怀着身孕。凌晨看我实在是不愿意，也没有办法强行抢夺。现在听见我提这个，他脸色直接冷了下来。关他什么事儿？给我看看。他还要补充一句：“别闹脾气。”看见他的反应，其实我心里早有准备，但还是忍不住心里一阵酸楚。凌晨这个人，平时喜怒不形于色，只有在碰到了宋洛清的事才会失态。宋洛清多年在国外过得不好，她嫁给的那个人是当地显赫望族的子孙，而对白玉这样异域东方面孔的女人非常排斥，从始至终都不肯承认她。前些年，那男人为了宋洛清还愿意为爱情一搏，可是这几年经济情况不好，那男人创业的公司破了产，只能依靠家族的资源。宋洛清和他就经常发生争吵，一时之间从富太太变成了糟糠妻。宋洛清做久了女神，心高气傲，心里肯定是接受不了的。听说男人动手打了她，拉着她去办了离婚。宋洛清作为满身光环荣耀的女神出国，最后却灰溜溜地带着一身家暴的伤痕回来。半年前得知了这件事后，凌晨明显对我就冷淡了下来，而在那之前，我们才新婚燕尔，每天都很幸福。凌晨等于有些烦躁，
手伸进裤袋里掏出烟盒，可是又忍了忍，没有点燃。你到底在想什么？他忽然对我说，言语很哭笑不得。我记得原来你们俩关系也挺好的，怎么现在你一提他就不高兴？我红着眼睛盯着他，我为什么不提他？你难道不知道吗？我难得这样态度，甚至算得上咄咄逼人，失去理智。到底是谁关系好？你今天去接他，你什么目的？你不清楚吗？林晨，你对他就没有半点。看见我这么说，男人的脸色直接就沉了下来。江宇白，他喊我的全名，表示他真的非常生气。你自己听听，你在说些什么？你是我的老婆，你怀着我的孩子，我去接他，我能跟他怎么样？是啊，我被剧烈的情绪冲昏了头脑，直接站起来大喊：那我不当你的老婆了，孩子我也不要了，我成全你们可以了吧？林晨彻底被我的话激怒了，他再也无法忍受，转身就摔门而去。你自己冷静一下吧。他出门前扔下这句话，硬邦邦的。江宇白，我看你是发了疯了。听见他这么说，我眼泪唰的一下流了下来。到底是谁发了疯啊？不是我多疑、神经病，而是因为我见过林晨为宋洛清疯狂的样子。谁见过那个样子？年少情急，都会像我一样警觉起来。我最开始认识他的时候，是在大学里面，那时候我就和其他普通女生一样，懵懂无知，梳个马尾扎得紧紧的，不懂得打扮，也毫无趣味，板板正正，简直就是个土包子。加上军训把我晒得黢黑，就更加泯灭在人海里面。那个时候，宋洛清是校园女神了，肤白貌美，乌发如云，即便穿着军训服，我们灰头土脸，她却熠熠生辉。不要说整个学院的男生都为她疯狂，就算是女生如我们，看见她也依然会目不转睛。虽然那个时候有许多女生恶意地对待她，有漫天的风言风语，但人人都想当白天鹅，没有人愿意当丑小鸭。她已经习惯了异性的爱慕，同性的嫉妒，她习惯了走到哪里都理直气壮地站在聚光灯下，只需要轻轻的笑，就能俘获不知道多少人的心，其中就有林晨。他们青梅竹马，两小无猜。林晨为了白玉，放弃了省立大学的奖学金录取，来了我们学校，这足以见证他汹涌深沉的爱意。但是宋洛清却一直只是若即若离，从来不明白的说什么话。像林晨这样骄傲的男人，我们一直都觉得迟早有一天他会离开这个玩弄他感情、肆意的挥霍他的时间和付出的女人。可是他没有，他甘之如饴。而我喜欢林晨，也是众所周知的事情，说起来也俗气。在那个时候，我被一个男生捉弄，他故意哄骗我半夜去酒吧接他，等我真的去了，却是一大群男生起哄嘲笑我，说我不要脸、没教养。那时候我太难过了，我难堪地低下头，恨不得地上有个缝让我钻进去。最后是喝醉的林晨，他揽住了我的肩膀，他是来找我的。林晨这样轻描淡写地对这群人说，被他搂住肩膀，我脸当时就不争气地红了，简直发烫。那群男生没想到是这样的展开，一时之间都哑然。林晨带着我出去，他去了隔壁的药店，买了一瓶碘伏和绷带。直到这个时候，我才发现他揽住我肩膀那一只手鲜血淋漓。没事，他醉眼朦胧，把镊子递给我说，同学，麻烦你帮我挑一下伤口。说完这话，他就趴在了便利店门口的椅子上睡着了，只剩下我颤抖着手帮他清理伤口。这时我才发现，不知道他做了什么，他的手鲜血血流不止，而里面有很多细碎的玻璃碴。我只能用手机打着灯，给他一点一点的挑。
这个工作繁琐又漫长，等我终于挑完的时候，简直满头大汗。而这个时候，我才发现，原来林晨已经醒了。他静静地坐在椅子上，任由我拨弄伤口，头仰着，看着漆黑的天空，有点悲哀，又有点嘲弄。他什么都没说，我也什么都没问。直到后来，我才知道是宋洛清和校里面的一个领导好上了。那个领导有妻有子，事业有成，他的老婆找上门来，把领导和宋洛清堵在了学校门口的酒店。宋洛清逃进了卫生间，他惊慌失措，还光着身子，情急之下只能给林晨打电话求助。林晨去了，并且直面了领导夫人的怒火。领导夫人当时气晕了头，拿着桌上的红酒瓶子敲碎，就要把宋洛清的脸划得稀烂。林晨直接用手捏住了尖锐的破碎的红酒瓶底端，这个行为吓住了所有人。解决了这个事情后，面对宋洛清的哭哭啼啼，他什么都没说，只是去酒吧喝了个烂醉，然后就碰到了被人为难的我。我知道林晨喜欢宋洛清，那一刻开始，我知道我也喜欢他。跟宋洛清比起来，我太不出众，所以我就只好把这些情绪压在心里，不曾讲出。但是那一天，就如同我们一起沉默着并肩回学校的时候，天光乍亮，太阳出来，看见林晨沉默的面容，想到宋洛清的所作所为，我似乎也看见了一丝光明。或许等他彻底失望，我们也能有些希望。这件事情说起来简直荒唐而可笑。他追逐着得不到的月亮，而我也何尝不是追逐着不回头的人。只是从前我身体强健，尚有余力，我甚至能够做到强忍自己的酸楚，假装不知道林晨为了漂洋过海的宋洛清辗转反侧，夜不能寐。可是如今我已经没有力气支持下去了。婚姻第3年，宋洛清回国了，而我得病，怎么看都是有情人终成眷属。眼看宋洛清被有钱却混蛋的丈夫辜负，眼看林晨就能摆脱我这个他并不爱慕的妻子，原来是完美结局。只是我不是女主角。我在沙发上坐着哭了一会儿，就迷迷糊糊睡着了。没过多久，门又响了，我挣扎着起来一看，睡眼朦胧，发现是林晨去而复返。他手里提着一袋药，准备烧热水。别睡了，你发烧了。他说。我去药店问了，孕妇不能随意吃药。我买了酒精，先给你擦一擦，看看早上能不能把温度降下来。如果早上还是继续发烧，我们就去医院检查。说到这个，我鼻子一酸。今天你也没来接我。我没头没脑地说，我都说了，我有事情要跟你商量。林晨拿水壶的手顿了一下，有些迷惑。我没有接到你的电话。他这么说，面对生病的我，他有耐心。你有什么事情要说，现在也可以。刚才质问他的时候，我气势汹汹，现在提到这个，我反而就像个锯了嘴的葫芦。没什么，我撇开脸，强行让语气冷淡地说，我们离婚吧。明天我就会让律师出离婚协议书，你要多分我一点钱，这样也许我还能治一治。提到这个，林晨脸色又沉了下来。你到底怎么了？他干脆坐在了沙发上，捏住了我的肩膀，让我不能逃避，只能面对他。有什么话你要跟我说清楚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我的眼泪直接流了下来。宋洛清回国了，我有点凄惨地说，我给他腾位置。这话直接激怒了林晨，我从来没见过他这么生气，简直算得上失态。你发了疯吗？他低吼着，气得站了起来。好端端的突然说这个，宋洛清回国是他父母请求我接他的，他父母帮过我许多，我不能拒绝的。等他父母赶过来，宋洛清回家，我就再也不会管他了。
我和他根本就不会发生什么。你到底在瞎想什么？听见他这么说，我的情绪也激动起来。我暴躁地直接把沙发上的抱枕砸在他身上。你说我到底在想什么？你怎么不问问你自己，当初到底是谁成天追着宋洛清的屁股后面？你简直就像他的一条狗。听到我这样的话，他再也忍受不住，直接摔门而去，留下我在空旷的室内嚎啕大哭。我说到做到，说要离婚，第二天就真的收拾东西搬走了。等凌晨气消了又回来的时候，发现家里面空空如也，我的东西全带走了。他气疯了，但是凌晨不担心，他太知道我去哪里了。因为我其实是一个胆小又软弱的人，我不会跑很远的，要么是去了我朋友家暂住，要么是回到父母家。可是真的当他把我的朋友圈问了一遍，又打电话问了我父母，都没有发现我的踪迹时，才发现事情的不同寻常。他肯定找不到我去哪里了，因为我收拾东西去住院了，还是上次那个医生。他看见我背着大包小包一个人来住院，问我：“你家属呢？”我想都没想，我离婚了，父母年纪大，没告诉他们。这话直接让医生沉默了。等他再看向我的时候，眼光都变了，又怜悯又生气。你上次不是说打电话和家人商量一下吗？他张了张嘴，仿佛接受不了，因为你这情况，他就要跟你离，是我要跟他离。这个医生看起来比我这个本人还要愤怒，我觉得有点好笑。怎么了？你要给我介绍律师吗？医生确实很生气。你找的这都是个什么男的呀？大渣男！我被他逗乐了。你先住院，我待会儿让护士带你去检查。他还挺生气的。你记得把一个人的情况跟护士说清楚，待会儿他们就直接把你送回来，不用等家属。手术是全麻，不疼。他这样安慰我，我点了点头，挤出一个笑容。等医生快出门的时候，我却突然把他喊住了。医生，这孩子真的就不能？医生听见我说这样的话，却没有像上次一样发脾气。他沉默了一下，对我说：“你要明白，你自己本来就不一定能治得好。虽然白血病的病愈率很高，但是也是有死亡的。特别是你在孕期抵抗力差，身体负担大。这孩子，他叹了口气，你还是先想想如何保自己的命吧。”我低着头坐在病床上，什么都没说。等护士来带我的时候，我手机响了起来，是凌晨给我打的第32个电话，我没有接。护士看见我这样子，有点吃惊，跟他说呀。他愤愤不平：“你遭了这么大的罪。”我想了想，什么都没说，但是把妊娠终止手术同意书拍了一张发给了凌晨。对方反应很快，马上又是5个电话，手机一直响，我还是没忍住把它接通。电话里凌晨的声音像是压抑着怒气：“你到底怎么了？我都说了，我和宋洛清什么事情都没有，你把孩子留了。”江雨白，他狂怒地说：“你这样是在报复我吗？”我一声没吭：“你给我滚回来，不然我们就真的离婚。”我直接挂断电话，闭上了眼，泪水从眼角流下。对，这就是我想要的。最后睁开眼，看见头顶明晃晃的无影灯和附近装备整齐的医护人员。要坚强点儿，江雨白，我对自己说。我的人生也就这样了，我怎么能够耽误他，拦着他去找更好的人呢？等我从医院里面出来买东西的时候，已经是5天后了。结果刚出医院门，我脸上就挨了重重的一个耳光，这都把我打懵逼了。我捂着自己的脸，看清楚来人，是宋洛清和凌晨的妈妈。江雨白，你怎么能这样？我儿子哪儿对不起你了？凌晨的妈妈情绪崩溃，上来就要拉扯我。你凭什么把孩子流掉？你把我孙子还给我！
我身体还虚弱，被他这么一推上，直接就坐在了地上。而宋洛清劝和，拉着林晨妈妈：“阿姨，白白性格比较直，这次也是阿晨不好，他应该把事情说清楚的。”说什么呀？什么性格不好，能把孩子打了呀？林晨妈妈简直气得心脏病都要发了，她指着我，手指颤抖，满心痛苦：“江雨白，我们到底哪里对不起你？你凭什么这样对我们？”我想站起来把事情说清楚，但是宋洛清就先抢着说：“白白，阿姨现在情绪激动，你可别再气她了，你也别担心。”她对我说：“阿晨已经同意和你离婚了，马上你就自由了。”她这样温言细语地对我说，脸上扬起一抹温柔的微笑，而这话歹毒的像是蛇蝎低语，旁人听不出来里面的刀锋与机关，只有我站在那儿，手脚冰冷，浑身发凉。他没有给我任何的解释机会，或者别的，只是迅速地带着林晨的妈妈离开了这里。没事的，你放心，我会替你好好照顾阿晨的。走之前，他低声地在我耳边说了这句话，彻底击溃了我所有的心理防线，让我精神恍惚，什么话都说不出来。而宋洛清的动作确实很快，等到下午的时候，宋洛清又找上了我，拿着一份拟好的离婚协议书，他逼我签字。面对宋洛清这样的挑衅，我简直咬碎牙齿，喉咙里面一股血腥味直往上翻。但是为了尊严和体面，我还是强撑着不让自己倒下。我微笑着对他说：“怎么这么快就拟出来法律文件了？这个离婚协议书该不会是你离婚的时候用的模板吧？”听见我这么说，宋洛清脸上笑容一僵。当初他出国的时候，林晨还只是一个穷小子，让他看都不想多看一眼。可是现在林晨已经事业有为，只要把我赶走，凭借着他们青梅竹马的情分，他一定能够再次过上阔太太的生活。像她这样的女人，天生就是为这而生的。而我平平无奇，普普通通，怎么配得上现在的林晨呢？就在宋洛清绞尽脑汁地在想着如何说服我签署这份离婚文件的时候，我爽快利落地拿起圆珠笔签了名字。你把这个文件拿给他，让他签吧。我说，我知道你肯定有这个本事。说完这话，我一眼也不看他，直接离开。宋洛清惊讶地看了我一眼，但是他的目的已经达成了，所以什么都没说，拿着文件就走了，直奔公司去找林晨。林晨也焦头烂额，林晨的妈妈是真的被我伤了心，她直接心脏病发去医院住了。住院前，她拉着儿子的手，让他一定要把我这个蛇蝎心肠的女人赶走。林晨没想到事情会发展成这样，但是他也很生我的气。他觉得我竟然只是因为一点小的矛盾就去把孩子留了。像这样的事情，我们明明可以大吵一架，我打他也可以，可是我却选择了非常极端且激烈的做法，这让他无法接受。所以要当这份离婚协议书摆在他面前的时候，他非常的愤怒，也异常的失望。情绪控制之下，他也不假思索地拿起笔就要签名。宋洛清柔声说：“阿晨，你不要怪他，白白也不是这样的人。”他假惺惺地说：“白白也是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可能真的是伤心了吧？到底还是你们不合适。”这话说完，他看见林晨再也不动笔了，签名处就写了一个姓。宋洛清很吃惊，他说这些话只是想显得他善良，显得温柔，却没想到真的点醒了林晨。林晨放下了笔，把文件收了起来。你说的没错，他不是这样的人。林晨沉声说：“肯定有什么是我们不知道的。”宋洛清傻眼了，他没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。但是林晨说干就干，起身拿起外套出了门，
被凌晨堵住的时候，我在吃羊肉锅。我读书的时候读的也是文科。其实，当白血病这个审判下来的时候，我并不明白自己身上发生了什么。我甚至还非常低智商的觉得，难道是我的血液变白了吗？并不是，是我的身体机能在崩溃，是我的防疫防线在弱化。我已经不是一个健康的人了，或者有一天我会直接因此失去这个生命。想到这里，我觉得人生在世得吃点好的，加上我需要补充营养，就出来吃羊肉火锅。结果在羊肉锅店里面碰到了医生，我们干脆就坐一桌了。这个医生年纪不轻，却行事作风都像是个少年，并不稳重。可能是因为生存环境单纯的缘故，总之和凌晨大不相同。他同情我，因为在他所有的病人里面，我是唯一一个自己来看病的，直面绝症。吃饭的时候，他就拼命地把羊肉往我碗里夹。当凌晨沿着我手机消费情况赶来的时候，就看见了这让刺眼的一幕。他想都没想，直接就上来动手了。如果不是我及时叫停，他恨不得把这个医生的头摁锅里面去。你们是怎么回事？凌晨从牙缝里面挤出这几个字，语气冷入骨髓。他是谁？我扶着医生，气急败坏，用得着跟你解释吗？我们都离婚了。我们没离婚。凌晨像发了疯一样把我拽过去。我从来没见过他如此狂怒的样子，又急切，简直像是要失去什么最珍贵的东西。他又急又气，厉声说：“你为什么要跟我离婚？是因为他吗？我和宋洛清根本就没什么。你要是不喜欢，你就直说，我明天就把他送回他家去。这男人到底是谁？我跟他结婚3年，第一次看见他完全丧失理智。一时之间，我有被震惊到的。还不等我回答，医生就扶了扶歪掉的眼镜，说：“我是他的医生。”在他心里，凌晨就是个渣男，所以医生就毫不客气地说：“你没离婚，那你老婆流产，你怎么不来陪陪她？你老婆查出白血病了，你知道吗？她在我诊室门口打电话问你来不来接她，商量一下病情治疗方案。你滚去哪儿了？你他妈是什么东西？”凌晨站在那儿愣住了。其实他很聪明，大学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创业，现在更是凭着灵活的脑子事业有成。可是今天他面前这个医生说的每一句话，他都像听不懂。凌晨甚至往后退了一步，简直摇摇欲坠。你说什么？他表情像是听到了什么荒唐的、绝无仅有的话。他怎么了？我说你老婆白血病。医生心直口快，还大嗓门儿，生怕他听不懂自己骂他渣男。你老婆住院的时候你不来，流产的时候你不来，现在出来吃顿肉你倒是来打人。我说你是个什么东西？凌晨竟然表情出现了恍惚，就好像是他第一次突然撕破眼前的迷雾，看清了惨淡的人生。我站在边上什么都没说。医生不知道他说的这些话其实是一直我麻痹自己的想掩饰的。只要我不在意，只要我装麻痹，只要我把他们无视，我就可以继续若无其事地活下去。可怎么能做到真正的若无其事呢？在我查出白血病的那个早晨，我给我的丈夫哭着打电话求助，可拨通后是另外一个女人接的电话。她笑着说：“我丈夫来不了了。”而当我忍受着病痛的折磨，忍受着难受的低烧，进医院签署了妊娠终止同意书，开始治疗的时候，在我躺在手术台上失去了我的孩子，那个时候开始，我的心好像死掉了。连宋洛清找我签字的时候，我竟然感觉不到痛，我只能感觉到深深的疲惫和不值得。因为不值得，这段婚姻的开始，其实我死缠烂打，
而林晨从未动情。在宋洛清之后，我成了他第二个习惯。他习惯陪伴宋洛清，而也习惯我围绕着他，陪伴着他，无望地等待他。他在我的身上看见了他追逐宋洛清的样子，他不忍心，他最终决定成全我。最终这场闹剧还是我出面结束的。我把饭钱付了，又赔偿了损坏的碗筷钱，送走了医生，才平静地站在林晨面前。直到这个时候，我都能笑着对他说：“没关系的，没关系的。”我笑着说，非常平静。等你签了字，你就把合同寄给我吧。我要回医院去了。林晨站在我面前，面容神情恍惚。我第一次看见他这个样子，就连他当初去酒店帮白玉面对捉奸的正房夫人，心如死灰，也并没有这样。我顿了顿，说：“你不要心里有任何压力，是我不想告诉你的。现在宋洛清回来了，也蛮好，就说明正确的人兜兜转转总能在一起的，就像你们。”我说完这句话，他仿佛大梦初醒，就像宋洛清这2个字挑动了他的神经。他上来就揽住了我的肩膀，力道大的毋庸置疑。在机场的时候，宋洛清问我还愿不愿意娶她。我说：“我和我的妻子非常幸福。”你到底怎么想的？他的狂怒如雷霆风暴。你为什么会这样觉得？为什么不告诉我？因为没关系。我同样大声地对他说：“因为我不相信你。你要是真的这样觉得，在宋洛清第一次联系你的时候，你就应该跟他说清楚。在我还没有被查出白血病的时候，你就应该说清楚。那个时候，也许我们还能够正常的相处，做幸福的夫妻。”我吼着，眼泪却流了下来。你现在跟我说这个还有什么用？明明他找你的时候，你那么高兴。林晨盯着我，他红了眼睛。他不能否认我说的每一个字，因为那都是真的。在半年前，宋洛清婚变，第一时间就联系了他。他那个时候是那样的高兴，难以抑制住自己的喜悦。可是随即他就没那么高兴了，因为我查出了怀孕。本来家庭的组成只有2个人，彼此的束缚都很少，就算离开了，他也可以轻而易举地用钱弥补我。可是有了这个孩子，情况就变了。他不能这样亏欠我，他不允许他这样，所以他痛苦挣扎，在一个个深夜里辗转反侧面对我，欲言又止。我们吵架、愤怒、争执不休，直到现在。在今天，他在机场里面碰到宋洛清的时候，心里面却没有半点诉说旧情的冲动。他在想，今天我去产检，公立医院排队很久，站得恐怕很辛苦。也就是那一瞬间，他终于认清楚了自己的心。明月已经是旧时的明月，可是他家里的那一盏灯永远为他而点。所以他与宋洛清说清楚了，也同自己和解，要与自己的前半生一刀两断。但是他没想到，在过去的这些时日里，我心里的那盏灯灭了。就算是没有这个白血病的确诊，我也会和他离婚。我无法忍受这样的日子。在过去的半年里，他无时无刻的痛苦我都看在眼里，这对我来说也是精神上的折磨。谁能忍受丈夫为了另外的女人对着自己叹气？或许就是一场大梦，现在也该醒了。最终我推开了他，别来找我。我冷冰冰地说，我们已经完了，无所谓你离不离婚。林晨双眼通红地盯着我，语气头一次带上了哀求，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。我也盯着他的双眼，非常的平静，情绪没有半点波澜。你早点回去吧，他还在等你。我的病情况不好，从那天晚上吃了饭，吹了冷风回去，回医院我就高烧不止，鼻血横流。当晚医院就打电话通知了我的父母和林晨，让他们来签署治疗方案同意书。
林晨本来就是跟着我一路回医院，人就在医院楼下苦等。一通电话，他立刻就上去了。直到他看清楚我高烧昏迷，躺在病床上，血染红了枕头和身上的病服，像是所有的力气都从这个男人身上抽走。他一下子就跪在了我的床边，他紧紧地握住我的手。林晨创业经商这么多年，从来没有人见过他这样惊惶的样子。他的脸色比我还要差，是极端的恐惧与害怕击垮了他。明知道我昏迷，他却依然讨好地对我说：“白白，我知道错了，不要这样对我，你起来打我吧，是我错了。”没有任何的回应，直到医生和护士把他拉开，把我推进抢救室。林晨沉默又绝望地站在医院走廊里，心里面刺痛起来。到底是什么让他错过了这么多？在过去的10日里，他长久地盲目地追求着月亮，直到遍体鳞伤，才爱上了归家的这一盏灯，却不自知。可是到今日，他站在那，也无比绝望地知道，往后的时光里，这一盏灯不会再为他而亮。无论情况如何，结果如何，我都不会再留在他的身边了。尾声，就情况来说，我是非常不幸的。怀孕的时候被查出来了白血病，但是我又是幸运的，我舅舅和我的血型骨髓配对上了。舅舅打小就疼我，连夜坐飞机过来，躺进了骨髓培养移植舱。不管是付出什么样的代价，他也要救我一命。所有情况也竟然出奇的顺利，这天时地利占尽，还有林晨变卖家产的孤注一掷。他在离婚协议上和我签了字，他选择净身出户，把所有的财产都留给了我，让我有足够的财富，可以放心大胆的治疗。医生开玩笑说，就这个家产，我还能再得个癌症也花不完。他说这话的时候，林晨在削苹果的手顿了一下，林晨看起来很想把这小水果刀直接扎在医生的腿上。而彼时彼刻，我剃掉了所有的头发，戴着一顶羊绒的小帽子，脸色清白。你们准备怎么样呢？医生嘴快，都这样了。林晨头一次正眼看了这个医生一眼，觉得对方还说了句人话，而我只是垂下眼睛，淡淡的说：“就这样办吧，往后余生还长着很呢。我再也不想把时间浪费在不值得的人身上了。”林晨眼里的光又熄灭了，这话说的让医生都开始不忍心了。他嘀咕着：“嘿，这都是什么事儿啊？”我不理他们，只是扭头，视线越过了所有人，看向了窗外。外面天晴海阔，万里无云蓝天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